婆婆讨厌了我一辈子，她嫌我泥腿子出身，却能跟着她儿子当官太太。她恨夫君虽然孝顺，却不肯听她的话休妻另娶，更厌烦我一辈子不生育，让周家没有嫡子嫡孙。重生后，她迫不及待退掉我家婚事，为打消儿子念头，设计将我嫁给村里的瘸腿秀才。她等着看我落魄潦倒，凄惨度日，不成想却等来我诰命加身，儿孙满堂。而他儿子再也没有走出那个小山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周家来人下聘了，我安静地坐在炕上，面色平静，心中却五味杂陈。原本我应该已经死了的，死在37岁这一年。县里头连着下了7日暴雨，夫君作为知府，整日忙得脚不沾地。婆婆心疼儿子劳累，非要冒着大雨带我上山拜佛祈福。没成想马车走到一半，竟碰上山洪，浑浊的洪流裹挟着椴树和碎石，从山间呼啸而下，如猛兽般将我们吞噬。婆婆惊惧的尖叫声莫名变成了我娘温柔的呼喊：清河，醒醒，别睡了。我晃在梦中，分不清自己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。我睫毛轻颤，试探着睁开眼睛，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庞撞进我的视线，年轻的阿娘依依不舍拉着我的手。一眨眼，我的清河都那么大了，竟到了该嫁人的年纪。今日周家要来下聘，别睡啦，快起床梳洗梳洗。周家下聘，温热的帕子盖在脸上，总算让我彻底清醒过来。也不知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，我重生到了17岁。回想起自己的上一世，我不由得攥紧手中的帕子。这样漫长又乏味的一生，竟还要再来一次吗？所有人都说我是10里8乡最好命的姑娘。我嫁给周文渊以后，她便仿佛开窍一般，3年考中秀才，6年考中举人。在她27岁那年，被分配到江南一个富庶地方做了县令。我也摇身一变，从农家女成为县令夫人。可这令人艳羡的10几年时光，我过得并不开心。婆婆不喜欢我，她守寡独自将周文渊养大，把他疼得眼珠子一般。在她心中，自己儿子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，应该配个公主。我家文渊真是倒霉，堂堂县令大人，正妻竟然是个大字不识的村姑。我都没脸出门做客，那些官太太哪个不是千金小姐出身？所以她变着法子折腾我。成婚18载，我甚至没有和周文渊同桌吃过饭。在村里时，每次烧好饭，婆婆都要使唤我去干其他活，切猪草、喂鸡、扫地、砍柴、挑水。家里总是有做不完的活，往往等我忙出一身汗回到灶房时，只剩下一个冰冷的窝头和半碟子咸菜。等夫君做了官，婆婆又说大户人家的规矩，儿媳要站着伺候婆婆用饭。我依旧是吃残羹冷炙，只是菜色要比在村里时强上一些。家贫时，夫君吃过饭，便一头扎进房间用功。对于家中的事情，他向来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家里拢共就3间屋子，一间做堂屋，一间给婆婆，还有间是夫君的。可婆婆不让我和夫君同住，说怕我打搅她念书。她甚至给我们规定好同床的时间，1月2次，不许多，也不许少。她在自己房间用一块门板和2条长凳做了一张简陋的小床，在那张一翻身就嘎吱作响的门板床上，我一睡就是9年。9年来，我记不清自己多少次在夜间起来，给她端水、倒尿、按腿、揉肩。冬日说天冷要我烧炕，睡到半夜，又说炕太热让我熄掉。夏日让我坐在她身侧，挥着竹扇赶蚊子，一扇就是一整夜。哪怕后来跟着夫君去了江南，我依旧睡在婆婆房间。她不要丫鬟婆子伺候，说他们粗手粗脚，没有我细心。自从嫁给周文渊，我便没有睡过一个整觉。周文渊做官后，纳了2妾3通房，小妾们拈酸吃醋，他分身乏术，更是没时间和我同房。哎呀，沈家婶子，大喜大喜呀！在邻居们的恭贺声中，周家叔公带着人抬2担聘礼跨进我家院门。我颓然地垂下手，认命般闭上眼睛。罢了，不嫁给周文渊，
又能过上什么好日子呢？对农村姑娘来说，有个不打骂婆娘的丈夫，那就是顶顶好的运气了。至于干活，谁嫁人以后不干活？谁不受婆婆的气？我做了县令夫人以后，才知道有钱人家的姑娘过得也并不如面上那般光鲜。年轻时要和庶姐妹斗，帮自己娘亲抢父亲的宠爱，有了宠爱，才会有更多的嫁妆和更好的归宿。成婚后要和姨娘们斗，和婆婆斗，斗赢了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多争取些东西。大家各有各的难法，这世道，女人活着都不容易。再说，如果贸然悔婚，爹娘恐怕要被村里人的唾沫星子淹死。就这样吧，好歹周家情况我已经熟悉，总归能想办法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些。这门亲事我不同意。尖利的女声伴着粗气嘶吼，宛若一道惊雷在院中炸响。这是我婆婆的声音。我愕然站起身，3步并作2步拉开房门。院中果然站着我婆婆，她穿着件藏青色的长袄，身材瘦削，脸色苍白。大冷的天，脑门上却冒着热气，看样子是一路疾跑过来的。这门亲事，我不同意。婆婆一手撑着门板，一手按着胸脯，气还没喘匀，就迫不及待要当众悔婚。我不同意沈清河嫁给我儿子，这门亲事就此作罢。我娘是村里有名的好脾气，此刻却忍不住沉下脸。张桂芳，你什么意思？周叔公也皱起眉。侄媳妇，悔婚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这事你得说清楚，别结不成亲，倒结了仇。我们家住村头，婆婆家住村尾，村里人都知道周家今日要来下聘。她这样一路狂奔着跑向我家，早就引起其他人的注意。此刻跟着看热闹的人挤挤挨挨站在门口，将我家院门堵得水泄不通。没人走上前拉住婆婆的手，拼命朝她使眼色。周家婶子，你这是闹什么呢？那彩、问明、那吉咱们可都走完了，2个孩子的八字也都合过。城西的王半仙说了，清河这姑娘是上好的旺夫命，这么好的闺女，模样俊俏，人又勤快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按照咱们村规矩，男方悔婚，女方家不需要退聘礼的。她扭过头，飞快地扫了眼院里放着的2担聘礼，这聘礼可是花了你足足15两银子。听到这话，婆婆眼神一暗，她转动眼珠，视线从我爹娘身上掠过，停顿在我脸上。看到我，她眸光闪动，眼中闪过几分嫌恶。这眼神我看了一辈子，再熟悉不过。婆婆竟也重生了。她缓缓直起腰杆，不怀好意地盯着我，冷笑连连。聘礼自然要返给我们周家的，沈家不但要还聘礼，还得赔我们20两银子。因为沈清河这小浪蹄子根本就不是黄花大闺女。这话一出，石破天惊。我娘气得双目赤红，仿佛要吃人。放你娘的屁！张桂芳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15岁的阿弟豹子般跃起，挥舞着拳头朝婆婆扑去。你竟敢污蔑我阿姐清白，我打死你个臭婆娘！爹一把抱住她的腰，额头上青筋蹦出。深吸一口气后，扭头看向周叔公。叔公，这事情得说个明白，不然我沈家也不是好欺负的。这话一出，立刻引起一片附和声。我们住的桃花村是个大村子，村里有300-400户人家，一半姓陈，一半姓沈，各家都是沾亲带故。我几个本家婶娘双手叉腰，口沫横飞，恨不得和我娘一起上去撕烂婆婆的嘴。张桂芳，你屁股一撅，喷的什么粪呢？我们清河可是10里8乡有名的好姑娘，从来不和村里后生多说话。就是你当我沈家没人，竟敢坏我沈家姑娘的名声！婆婆毫不犯怵，昂首挺胸，环顾人群。我张桂芳一口唾沫一口丁，从来不说瞎话。沈清河早就和人苟合了，那人就是我们村的江秀才。此时周文渊还只是个童生。我们村只有一个秀才，江彦洲。说到江彦洲，大家都要唏嘘一阵，叹一句造化弄人。他和周文渊情况一样，家中都只有一个寡母。只是江彦洲是10里8乡有名的神童，3岁启蒙
4岁能识得签字。县里的白鹿书院特意免去他的束修费用，山长更是亲自收他做弟子。大家都说桃花村马上要飞出只金凤凰，只可惜金凤凰刚刚展翅，还没来得及飞，就折翼了。江晏舟13岁那年考中秀才，还得了按手。同一年，他娘生病，他进山采药，却不小心被毒蛇咬伤，恰好咬在脚筋上。县太爷请了城中最好的大夫替他看病。大夫说筋脉损伤，回天乏力。经才绝艳的少年天才就这么变成了一个瘸子。而本朝有规定，身体残疾者不得参加科举。江晏舟的青云路戛然而断。腿伤好以后，村里人惊讶地发现江秀才开始下地，和其他不识字的泥腿子一样耕地、除草、刺弄庄稼。因为腿脚不利，他的活干得又慢又差，连村里半大孩子都比不上。江晏舟就像一颗流星划过桃花村的上空，耀眼夺目，却又如此短暂，到最后只留下几声叹息。听到是江秀才，我娘提起的心彻底放下。刚才看婆婆信誓旦旦的模样，她面上生气，心里头却有些发虚。张桂芳，你疯了吧？那江秀才闷葫芦一样的性子，从不和村里人打交道。我家清河跟他可从未有什么往来。娘一边说话，一边扭过头看我。在看到我惨白的脸色时，她踉跄2步，声音发颤：乖囡，你快说，你和那江秀才不认识，对不对？我从未想过婆婆会用这件事来污我清白。我和江晏舟认得的。他家中只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寡母，为节省银子，江晏舟常常上山采药。算一算时间，应该是在上个月。那日刚下过雨，我进山摘菌子，偶遇到不小心摔进湖中的江晏舟。我小时候贪玩，跟着爹学过浮水，都是一个村的，怎么可能见死不救？当时天才刚蒙蒙亮，我跳下湖救起江晏舟后，一路将他背回家中。江晏舟当时并未多说什么，只是当后来他听说周文渊进京赶考缺银子后，来周家偷偷塞给我50两银子。婆婆发现了银子，我当时年轻，径直说出了这段过往，没成想却因此被婆婆痛骂许久，骂我不守妇道，骂我水性杨花，罚我在家跪足3天。就连周文渊也对我摆了许久脸色。那银子婆婆不肯退给江晏舟，她说我背着江晏舟，身上肯定被他摸过，他既摸了周家媳妇，自然该给周家赔钱。沈清河这小浪蹄子背着江晏舟进了江家，整整半时辰才从屋里出来。我可是亲眼瞧见的，沈清河出来时全身都湿透了，衣服紧紧贴在身上，哎呦，简直没眼看。她既然被江晏舟摸了抱了，就不再是黄花大闺女。我周家可不捡江瘸子穿过的破鞋。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。我娘张开嘴，声音沙哑干涩：你胡说，我清河不是这样的人。见我娘示弱，婆婆越发得意。呸！她啐了一口，嫌恶地横我一眼。孤男寡女贴着身子背一路，说破天去，你家闺女也不清白。我可是听人说过，那就溺水的人要嘴对嘴肚气的。沈清河指不定怎么救的江瘸子，我可不要这种不干不净的女人当媳妇。娘崩溃了，扑上前要厮打婆婆。住嘴！你给我住嘴！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女儿。我白着脸上前拉住她。阿娘，咱们退婚吧。这世道对女人多有不公，名声和贞洁是困在我们身上一辈子的枷锁。明明我只是救了个人而已，可其他人不会这么想，他们会顺着我婆婆的话，不怀好意的揣测。从今天起，10里8乡都会传遍我和江晏舟的流言蜚语，而平息这流言的唯一办法，就是我嫁给江晏舟，不然父母会因我蒙羞，亲族的姐妹也会遭人非议。我不能做沈家的罪人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清河丫头也是好心，周张氏退了婚，你可不许再胡言乱语。要是被我知道你到处乱说坏沈家名声，我饶不了你。村长也姓沈，自然偏向我家。在他的坚持下，婆婆没有拿到赔偿，我家原样退回聘礼，周文渊也同我各自拿回了之前赠送的定情信物。我看着嘴唇紧抿的周文渊，
心脏一抽一抽的疼。眼前这个男人做了我一辈子的夫君。15岁定亲后，我便再也没想过要嫁给其他男人。我勤勤恳恳伺候他一辈子，爱过他，怨过他，可从未想过离开他。今日之后，我们就要形同陌路了。我要再次和一个只有几面之缘的男人共度一生。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作为女人，我从来就没得选。沈清河，周文渊叫住我，神情复杂，却又隐隐带着几分熟悉。看在过往的份上，你以后若有困难，可以来求我，我会帮你一次，不过就一次，以后你好自为之吧。我猛然抬起头，死死盯着他，眼底翻涌着惊涛骇浪。原来重生的不只是我和婆婆，原来是周文渊不要我了。我不明白，上一世我嫁给周文渊后一直没有怀孕，婆婆一哭二闹三上吊，逼着要周文渊休妻另娶。不管婆婆怎么闹，她都不同意。糟糕之妻不下堂，休妻另娶，你让他人怎么看我？清河跟了我10几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没有孩子不是问题，我那几个妾等生了儿子养到他名下也是一样的。后来周文渊果然纳了2个妾，只是2个妾生的都是女儿。婆婆找大师算命，那大师说周文渊这是妾纳晚了，他生儿子的运在20岁之前，之后再生都是女儿。直到我死，周文渊还是没有儿子。婆婆为此更是恨毒了我。周文渊为什么？夫妻20载，周文渊几乎在瞬间就读懂了我的眼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一次不再坚持了？周文渊一怔，睫毛颤动，垂下头，没有和我对视。我想要一个儿子，那是我一辈子的遗憾。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握紧的手颓然松开，我说不清自己心中的感觉，好像很失落，可痛到麻木时，却又松了一口气。也许在内心深处，我也并不想再和周文渊过一辈子。既如此，那就各自安好吧。退亲第2日，江燕州阿娘带着江燕州亲自上门提亲。按照我们这边的规矩，提亲都是媒人前来。看着正襟危坐的母子2人，爹娘有些郁郁寡欢。周文渊虽然家中只有一个寡母，家境却比江家好上许多。他爹没走之前，在镇上的酒楼做掌柜，一年有几10两银子的收入，不然也供不起他读书。他没有江燕州出众的天赋，束修家笔墨纸砚，一年下来着实是笔不小的开支。后来他爹在和东家外出采购食材时，不慎遭遇山匪，他爹为救东家而死。死后听说他东家足足赔给他们家200两银子。虽然这些年因为周文渊读书花费不少，在我们村依旧算得上富裕，不像江家。江燕州娘是个药罐子，他爹以前也只是个猎户，家中除了2亩薄田，什么都没有。更何况江燕州还瘸了一条腿。亲家、聘礼少一些也没关系的。我娘打断江燕州母亲的话，神色哀伤。我就那么一个女儿，只希望她过得好。江家的情况我都知道，我们家不在乎聘礼多少，只要你们以后好好对我清河就行。江燕州立刻站起身，清俊的面容一派肃然。沈姑娘对我有救命之恩，燕州定当结草衔环以报。什么？我姐嫁给你，你只给她吃草？阿弟从门外窜出，气急败坏瞪着江燕州。我知道你家穷，可再穷也不能吃草啊。和江家的定亲就像场闹剧一样匆匆结束。江家给了5两银子聘礼，外加一只200年老山参。看到那参时，我爹眼睛都直了。我跟着周文渊做过9年县令夫人，曾经有人给他也送过一只100年的老山参，那参品相个头都比这差远了。周文渊如获至宝，让我小心收好。他说这东西关键时刻可以救命，千金不换。江家这一只若拿出去卖，恐怕可以卖到1000两银子。爹颤颤巍巍接过盒子，想推辞，又舍不得。亲家，这实在是太贵重了。江燕州阿娘是个貌美的中年妇人，长相温婉，身材瘦削，看着倒像柔美的江南女子。
不过一说话，却是北方女子特有的爽利。都说聘礼代表南方一家的心意，这就是我江家的诚意。周文渊家里来下聘时，他们家请的媒婆和买菜一样，拉着我娘你来我往砍价，一个分文不让，一个锱铢必较。为多要点聘礼，两个人吵成乌眼鸡。阿娘说过，聘礼家中一分不留，她都会给我带过去当陪嫁。陪嫁是女方私产，就算和离也能带走。因为要多了聘礼，成婚后婆婆没少给我脸色看。哦，她已经不是我婆婆了。张桂芳后来找了无数借口，用半年时间就把我手中的嫁妆银子全骗走了。其中不但包括那15两银子的聘礼，还有爹娘另外给我的15两陪嫁，那是家中1半的积蓄。爹娘很疼我，可是这么疼我的爹娘，我成婚以后却很少再见。婆婆不许我回娘家。等周文渊考上秀才后，他自诩自己身份不一样，不愿意和我家来往，1年只许我归家1次，而且待的时间不能超过2个时辰。成婚后，周文渊要念书，婆婆说自己身体不好，周家的10亩地都是我一个人在种。爹娘和阿弟心疼我，一到农忙时就会来帮我干活。后来阿弟娶了媳妇，他媳妇对这事颇有微词，因为这弟媳和阿娘的关系不太好。我曾听到他和别人背地里抱怨，还什么秀才娘子呢，呸，只会来我家打秋风。每次回娘家带的礼，我都不好意思收，不是1兜烂番薯，就是半袋子烂青菜，瞧不起谁呢？1年到头给我家2颗菜叶子，却好意思来我家吃鸡吃鸭，还要使唤我男人和公婆去他家干活。有这种带姑姐，我真是倒8辈子霉。我听完臊得抬不起头。从那以后，我连1年1次都不回了，回去怕让我爹娘难做。弟媳妇没说错，错的是我，是我没用，在婆家身份低微，连累爹娘也受气。后来跟着周文渊去江南，更是多年见不到爹娘。婆婆管我很严，连上茅房都要我在外头伺候。我用尽办法，才攒下几两碎银，托人带回娘家。也不知道爹娘后来收到了没有。灯花的报声将我从过往思绪中拉回。江燕洲推门而入，端着碗热气腾腾的面，上头握着2个煎的漆黑的鸡蛋。1天了吧？我讶然地看着那碗面，心头又是好笑又是感动。和周文渊成婚那晚，他可没有管我饿不饿肚子，只是这蛋怎么会焦成这样？见我直勾勾地盯着鸡蛋，江燕洲抽抽嘴角，清冷的脸上显露出几分愧色。这是我做的，手艺不太好，不过已经比我娘强多了。这下我是真吃惊了。江燕洲还会做饭？周文渊这辈子都没有进过厨房1步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和婆婆吃坏东西，2人肚子疼了1宿。就算这样，也是我咬着牙从床上爬起来，给周文渊做的饭。我们桃花村就没有男人下厨。江燕洲她真是好生奇怪。不知为何，看着这样的江燕洲，我心中陡然升起对婚后生活的憧憬。也许嫁给江燕洲会比嫁给周文渊过得舒坦。我怀揣着希望，低头猛然吸入1大口面，嗨咳咳。江燕洲可能是想毒死我。我从来没想过白面和鸡蛋这样金贵的食材可以做得如此难吃。我的咳嗽声惊动了婆婆，她3两步跑进来，看到我吐在桌上的面，脸色一沉。坏了，江家本就不富裕，我却把这样好的东西吐出来。我忐忑地站起身，捏着帕子，心头被强烈的不安笼罩。她会不会张桂芳一样，也开始讨厌我？蠢材！我就说吧，我来做这碗面，你非要自己做。你做的那猪食，狗都不吃，还拿来毒害我儿媳。要是把我儿媳吃出了好歹，看我揍不死你！江燕洲瘸着1条腿，抱着头，狼狈逃窜。娘，你在胡扯什么？你做的饭才是狗都不吃。上次拿去喂猪，连猪都没下嘴，你忘记了？你到底是哪来的自信，觉得自己做饭比我好吃？婆婆举起双手，摆出一个十分奇怪的姿势。好啊，竟敢顶嘴你娘！你这个白眼狼，我今天就要大义灭亲，排山倒海，我排死你个瘪犊子！
我目瞪口呆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就是村里传说中那位美貌却体弱多病的寡妇。还有江晏舟，都说她性子清冷孤傲，是个目空一切的绝世天才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更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还在后头。江晏舟同我喝完合卺酒后，便抱着铺盖说要去东厢房睡，他竟是连和我洞房都不愿意。看到我惨白的脸色，江晏舟忙摆着手解释，我娘说，在你不愿意时就和你同房，是对你的不尊重。咱们先慢慢培养感情，等什么时候你愿意了，再洞房。他说的字我都懂，可连在一起却让我十分困惑。尊重，同房一事，丈夫需要尊重妻子的意愿，真是闻所未闻。婆婆好似在门口听墙角，看我一副听傻了的模样，她忙进来解释，清河，你别怕，你放心，你是我江家八抬大轿娶进门的媳妇，更是这臭小子的救命恩人，我们绝没有不认你的意思。女子太早有孕，身子骨没发育好，在生产时会吃大苦头的。你今年虚岁才17，你又是腊月的生日，按照我那儿的算法，才15周岁。我儿子可不能欺负一个未成年。未成年，有些字我还是没懂，却大概明白了婆婆的意思。她这是怕太早同房，伤了我的身子骨。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婆婆。婆婆一通耐心解释，见我总算听明白后，松了口气。她拉住我的手，语气真诚，清河，你是晏舟媳妇，更是我江家恩人，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。婆婆的神情不似作伪，我想起在周家那艰辛的一生，试探着开口，那我可以提2个要求吗？每天卯时起床，每顿饭3个窝头。在周家时，我每日寅时就要起床，年岁大一点还好，年轻那会儿正是要睡觉的年纪，每天都困得睁不开眼。有一次在河边洗衣服，因为太困，一头扎进河里。村里还出了传言，说我遭不住张桂芳的虐待，要自杀。卯时比寅时多了2个时辰，足够我好好休息上一夜。一天干那么多活，还要节衣缩食供周文渊读书。张桂芳规定，我每顿饭只能吃1个窝头，早上1个，晚间1个，其余的就是几筷子咸菜，肉和鸡蛋是别想碰的。直到周文渊做了官，我才能在饭桌上吃些张桂芳吃剩的肉菜。既然现在的婆婆说我可以对江家提要求，那这2个要求应该不过分吧？等我说完，婆婆脸色大变，她瞪大眼睛，咬牙切齿看着我。卯时起床，一顿饭只能吃3个窝头。我攥住衣袖，良久，用力点头。我忍让退却了一辈子，重活一次，可不能再这么窝囊了。婆婆心有不甘，江晏舟则是似笑非笑看着我。她扯了把婆婆的衣袖，替她许下承诺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婆婆还想说些什么，被江晏舟推搡着走出房间。很晚了，娘你早点睡吧。我也要睡了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2人走后，我躺在温暖的被褥中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被子是厚实的棉被，上头还有股太阳晒过的香味，闻着就令人心安。这样好的被子，只有江文渊做官后，我才有机会盖到。江晏舟会主动替我说话，这点就强过周文渊100倍。还有他们家给出的那根老山参。黑夜中，我瞪大眼睛，借着月色打量着这间宽敞舒适的厢房。江家把最好的房间留给我住，心头被周文渊抛弃的不甘和怨怼渐渐散去，反而滋生出几分庆幸。看样子，江家并不如外头说的那般穷，只要我好好努力，多干些活，不愁日子过不好。带着对未来的满腔期许，我终于沉沉睡去。我是被隔壁院的鸡叫声吵醒的。看天光，现在应该是卯时1刻。糟糕，睡过头了。我迅速换好衣服起床，发现婆婆果然已经在院子里站着了。她毫无形象地靠着墙壁，看我出来以后满脸哀怨，这是嫌我起晚了。我上前拿过扫把，一言不发就开始干活。这都是我之前的经验，只要张桂芳一骂我，我就得干活，这样她气才能消得快一些。可现在的婆婆没有骂我，只是我走到哪，她就跟到哪，
我扫地，她也拿着个扫把，把我扫干净的地又重新扫脏。我擦桌子，她跟在后头端着一脸盆水，差点把水都到我身上。我心中黯然，婆婆这是变着花样给我添乱呢。江家不富裕，3个窝头还是太多了。等过一会吃早食，我就吃2个窝头吧。我扫干净院子，去灶房做饭，打开柜子时，怎么也找不到玉米面。婆婆，面粉呢？婆婆一脸迷茫，指着柜子里的白面。这不是吗？江家竟然是吃白面的，难怪婆婆不愿意我吃3个窝头，这哪里是窝头，是白面馒头啊！一顿饭吃3个白面馒头，整个桃花村估计都没这种吃法。我心中十分惭愧，觉得自己提的要求实在是有些过分。为考笑我的厨艺，婆婆拿出许多好菜，鸡蛋、腊肉、白面，一颗水嫩嫩的白菜，甚至还有半只鸡。这顿饭做得我提心吊胆。这种吃法，江家是不打算过日子了。饭菜端上桌后，江文燕才从房间出来。她看到桌上的菜，面色一亮。婆婆也是十分激动。好好好，这小葱炒蛋色泽金黄，葱香霸道，一闻就好吃。这馒头又白又软又蓬松啊，捏起来像朵云啊，终于能吃到正常的饭菜了。我有些自得，我在厨艺上自小就极有天分，哪怕张桂芳这么吹毛求疵的人，在灶房上也挑不出我毛病。江燕洲率先夹起一筷子鸡蛋，塞进嘴后，漆黑的眼眸陡然放光。婆婆举起筷子，刚想夹菜，看到我拿了3个馒头后，颓然地垂下肩，也跟着拿了3个馒头。她恨恨地咬了一大口馒头，随即揪住自己的衣服，开始发疯。啊，连馒头都这么好吃，我受不了了！儿媳妇，求求你，让我吃口菜吧！呜呜呜！江燕洲再也忍不住，捧着肚子笑出了眼泪。我又是惊吓又是茫然，实在不懂婆婆到底在发什么疯。她好像脑子不太好。经过江燕洲的解释，我才知道自己闹了个大乌龙。我当初提的那2个要求，婆婆还以为是要求她的，要求她每天早上卯时起床，要求她每顿饭只能吃3个窝头。我尴尬地绞着手指。那婆婆你跟着我干活，是？我以为你在示范给我看，每天卯时起床我都得干这些活。婆婆越说越生气，脱下鞋子追着江燕洲打。臭小子，你早就知道这是个误会了，对不对？我说你怎么一早上没出房门，是一直躲在窗后笑话我吧？老娘打死你个狗崽子！嫁进江家的日子简直和做梦一样。和旁人家不同，江家一天要吃3顿饭，顿顿有肉有蛋，还有香喷喷的大米饭。地主老财家也没有这种吃法。婆婆还爱干净，家里没有养鸡鸭猪，所以也没什么活。更可怕的是，江燕洲的衣裤鞋袜都是自己洗的，家里的重活累活也都是她在干。我照例卯时起床，花半个时辰将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后，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没事做了。江燕洲正坐在屋檐下练字，见我傻呆呆的模样，对我莞尔一笑。可是累了的话，去睡个回笼觉，咱们今天可以晚些吃中饭。现在离辰时还有2刻钟呢，你再去睡1个时辰吧。睡个回笼觉，还问我累不累？干这么点活，怎么可能累呢？我在周家一天干的活，比在江家1个月干的还多。传说中郁郁寡欢，走3步路都要喘气的婆婆生龙活虎，而那个瘸了腿，每天都以泪洗面不想活的江燕洲，常常笑得和捡到钱一样。对，钱，江家似乎有花不完的钱。江燕洲昨天还给我10两银子，说是我的月钱，花光了再问他要。那可是10两，普通庄户人家，一家4、5口人，一年到头都用不完10两银子。对于江家的一切，江燕洲要求我保密。他说自己当初被毒蛇咬伤，其实有人故意为之，那人想要他的命，所以他才故意藏拙，演出一副哀莫大于心死的样子。而婆婆的病也早就治好了，就连她的腿也会逐渐康复。我不能透露她家的真实情况，连我爹娘也不能说。我在县府中有些营生，并不缺钱花，瘸一只脚断不了我的前程。白墙黑瓦，
金灿灿的阳光下，院中的桂花开得正浓。江晏舟姿态悠闲地坐在石凳上，朝我淡然一笑。清河，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天才吗？对我这样的聪明人来说，不管是缺胳膊还是断腿，人生都是易如反掌。婆婆躺在竹椅上晒太阳，闻言咬着后槽牙坐起身，又骂骂咧咧躺下。再牛逼还不是得管我叫娘，不嫉妒不嫉妒，我一点也不嫉妒。我羡慕不已。怎么样才能变聪明？读书啊。江晏舟坐直身体，认真看着我。就像之前和你定亲的周文渊，他虽然资质愚钝，但胜在勤勉。如果有名师指导，考个举人还是不成问题的。之前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原打算举荐他进白鹿书院，现在他是别想了。按照他的天资，再努力个10几年，勉强能中个秀才吧。江晏舟的话犹如一道惊雷劈在我头顶。白鹿书院是我们县里最好的学院，在整个府城都赫赫有名。院长是位大儒，听说还是什么前朝名臣。在书院中求学的人非富即贵，而寒门子弟则要经过许多极为严苛的考试才能进书院。上一世，周文渊并未通过白鹿书院的考核。考试完回家，他还大哭了一场。结果没多久，竟传来他被录取的消息。当时张桂芳还十分得意，说书院中的夫子总算没有眼瞎，一眼就瞧出周文渊是文曲星下凡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周文渊顺利地考中了秀才、举人。并不是所有举人都能做官，要等空缺。周文渊得到的那个位置，不知道遭多少人眼红。他虽然只是一个县令，可就连知府大人都对他十分客气。周文渊曾和我提过，说什么知府大人让他在九王爷面前美言几句。他哪里认得什么九王爷？难不成这一切都是江晏舟安排的？对了，我记得白鹿书院的山长告老还乡之前，好像当过九王爷的先生。所以上一世不是我想周文渊的福，而是他借了我师。那我一辈子的隐忍和退让算什么？算我倒霉。你这不会下蛋的老母鸡，谁娶你谁倒霉。要不是嫁给我儿子，你现在估计还在地头浇粪呢。老天真是不长眼，你这种泥腿子竟然能当官太太。我呸！张桂芳的滔滔不绝的骂声似乎还在我耳边回荡。沈清河，沈清河。我猛然抬起头，才发现刚才听到的声音并非幻觉。张桂芳真的在院门外叫我。她来找我做什么？张桂芳照例阴沉着一张脸，好似我欠了她几十两银子。头发没有像往常那样梳理的一丝不苟，袖口上还粘着鸡屎，看起来十分狼狈。她脚边放着一个大木盆，盆里头的脏衣服堆得冒尖。沈清河，你去把这盆衣服洗了。张桂芳抬着下巴，神情倨傲。我有些茫然。啊！张桂芳瞪我一眼，一双细长眼中写满了不耐烦。我和你说话没听到吗？去河边把这些衣服洗了，记得多放些皂角，洗得干净一点。洗完衣服，来我家里把猪喂了，把院子扫了，顺便把饭食也做好。我仔细打量了他几眼，恍然大悟。由奢入俭难。我嫁给周文渊后，张桂芳便没有干过活。算一算时间，已经有近20年。张桂芳过冠夫太太的生活，是绝不肯在大冷天用冰凉刺骨的河水洗衣裳的。恐怕她重生回来以后就没洗过衣裳，难怪身上传来一股隐隐的馊味。这位大娘是来要饭的吧？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江晏舟已经端着个土陶碗走上前，碗中有半个吃剩的馒头。他对张桂芳淡淡一笑，这馒头原本是留着喂狗的，相逢既是缘，就给了大娘吧，不用谢。噗嗤，我捂着嘴，没忍住笑出了声。张桂芳脸色大变，指着江晏舟，嘴唇颤抖半晌，却说不出一个字。我同周文渊成婚多年，还没见过有人能把张桂芳气成这样。江晏舟可真厉害。胡闹！婆婆怒气冲冲跑过来，用力拍了2下江晏舟的背。你这孩子读书把眼睛给读坏了，连你周家大娘都不认得。听说清河同周家定亲后，便经常上门替周家干活。周家大娘话里话外都说把清河当亲闺女疼呢，这应该是给闺女补送嫁妆来了吧。她3两步走上前，
劈手拔下张桂芳头顶唯一一根银簪子，随即嫌弃地撇嘴：“这簪子咋还是银包铁的，也太寒酸了。”张桂芳再也忍不住，狠命吸2口气后，跨步上前，从婆婆手里夺过簪子。我呸！你个丧门星，娶了我家不要的破鞋，还有脸从我手里抢东西！她嗓门高亢尖利，很快就吸引了邻居们的注意。大家纷纷打开门出来看热闹。婆婆红了眼眶，趴在江燕洲肩头哀声哭泣：“呜呜，周家婶子，无缘无故，你骂我作甚？”江燕洲搂住婆婆，声音哽咽：“娘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是我没用，瘸了腿，害你被人瞧不起，如今更是被人骂上了门。”江家母子在村里的口碑十分不错，对于天才的陨落，大家唏嘘之余，免不了多些同情，当下便七嘴八舌上前打抱不平：“张桂芳，你胡咧咧啥呢？就是江家可没得罪你，你上这摆哪门子威风？”垂在衣袖下的手被人轻轻捏了一下，我吃惊地抬起头，江燕洲飞快地朝我眨下眼，我突然就读懂了他的眼神，是我连累了婆婆和夫君。周家大娘突然来我家，拿了一盆子脏衣服给我洗，还说让我以后都去她家干活，喂猪扫地做饭。婆婆和夫君不愿意，她就骂我们。众人看着地上那个大号木盆，纷纷震惊于张桂芳的不要脸。天爷哎，张桂芳，你这脸皮是千层底做的吧？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臭味，不止衣服臭，原来是这人良心臭了，呸！张桂芳一张瓷白脸涨成猪肝色，气得整个人都在发抖。呸！你个臭破鞋，竟然敢污蔑我，看我不打死你个小贱人！她作威作福惯了，以为自己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官家老太太，没说2句话，就举起手上前要扇我耳刮子。我娘从人群中挤出，撸起袖子，一把薅住她头发，劈头盖脸就是2巴掌。我呸！你个臭不要脸的，老娘已经忍你很久了。之前看在你是清河未来婆婆的面上，才对你多加忍耐，没想到都退婚了，你还敢来使唤我们清河？你真当我家是好欺负的不成？2人扭打成一团，我面上着急，心中却是喝彩连连。我娘可真是厉害，打得张桂芳毫无还手之力。村里人看了半天热闹，才出来几个和我娘相好的妇人拉偏架。说到底，还是怪张桂芳平日里做人太差，总觉得自己儿子以后是要中状元的，看不起村里人。我儿子以后可是要当大官的，给我儿子干活是那小贱人的福气。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泥腿子，等我儿子当了官，我要把你们都抓进大牢去，把你们房子田地都收缴了，让你们世代为奴。这下村里人不乐意了，打架变成了群殴。等周文渊闻讯赶来时，张桂芳早就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连头发都被人薅掉一半。周文渊冷着脸，一言不发，抱起张桂芳，扭头就走。走之前，深深地看了江燕洲一眼，乳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他日自会千百倍偿还。到时候还望江兄别怪我不顾及同村之意。江燕洲，我一言难尽地看着高傲离去的周文渊，心情十分复杂。如果他知道自己能上白鹿书院，全靠江燕洲，他还会不会这么硬气？我记得再有几天就是白鹿书院招考的日子，周文渊有着上一世的记忆，也不知能不能考进。周文渊他果然没考进。想想也是，做了县令后，他每日都很忙，根本就没时间看书。处理完一大堆事务后，就是带着几个小妾风花雪月。他书房中那些四书五经，怕是几年都未曾翻开。他的文暮气沉沉，不像年轻人，倒像是中年人写的。而且言谈之中有种莫名的自信，对民生百姓视若草芥。先生十分厌恶他，说他俗不可耐，数典忘祖。有先生在，他这辈子是别想中秀才了。江燕洲端起茶杯，轻吹了一口，白瓷碗中那翠绿的茶叶便晃晃悠悠沉到杯底，心中陡然升起几分期待。我这才发觉自己对周文渊的情感其实恨多过爱，而那一丝微弱的爱意也早就在嫁给江燕洲后消失殆尽。虽然没有夫妻之实，可江燕洲尊重我，体贴我，爱护我，这些东西
周文渊从未给过我。还有婆婆，原来不是所有婆婆都会这么欺负儿媳的，是我所嫁非人，被礼教和世俗束缚了一生。这一次，我要看着周文渊和张桂芳在底层苦苦挣扎求生，他们有着前世的记忆，这份痛苦便会无限放大。真是期待啊！周文渊没有考进白鹿书院，却不慌不忙。按照前世的记忆，他是在书院放榜几天以后，才被书院破格录取的。我拎着2条肉去娘家时，正碰上他等在村口。我目不斜视从他身边走过，却被他叫住。我不喜欢江晏舟，你同他和离吧。上一世，我怎么没发现他脑子有问题呢？见我不理他，周文渊竟上前想抓我的手，我惊得连连后退，等反应过来后气的眼睛都红了。世人对女子多有苛责，要是被村里其他人看到，指不定要传出什么谣言。滚开！好狗不挡道。周文渊一愣，随即脸色黑得可怕。沈清河，我是看在你之前殷勤伺候我的份上，才给你一条活路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停住脚步，仰起脸认真盯着周文渊。这张清俊的脸曾经日日夜夜搅动我的心神，让我恨也不是，爱也不是，如今看来却只觉得恶心。周文渊，这一世我只想和你做个陌生人，你要是再骚扰我，我就去组长那告你非礼。周文渊被我的嫌恶的眼神刺痛，戾气升腾，发狠道：好，既如此，你就别怪我下手无情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以后不会放过江晏舟，你既不肯和离，就跟着他一起下地狱吧。回应他的是一大团混着泥巴的石块。我弯腰从地上捡起泥巴和碎石头，一边朝他扔一边大声喊：来人啊！救命啊！非礼啊！如果是以前的我，绝不敢这么做。一旦有流言蜚语传出，吃亏的总是女子，哪怕我们是受害人，也会被扣上一个水性杨花的罪名。世人最爱问一句，有那么多人，他为什么偏偏非礼你？好像被非礼、被侵犯伤害，反而是我们的过错。我问过婆婆，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？婆婆说，去他娘的礼教世俗，只要自己不被束缚，就没人能束缚你。不要让贤妻良母4个字成为自己终身的枷锁。我觉得婆婆真厉害，说这话时，她好像全身都在发着光。难怪江晏舟和别的男人不一样，因为她有个非凡的母亲。周文渊狼狈的躲闪，差点摔个狗吃屎。沈清河，你疯了不成？你不要名声，我还要名声呢。你给我住嘴！疼。婆婆说的没错，当我们不怕时，他们就怕了。我双手左右开弓，砸得更起劲了。今日是个阴天，北风呼号，路上一个人都没有。周文渊一边跑一边叫，远远地看见了一辆马车朝我们驶来。他顿住脚步，又惊又喜。这是白鹿书院的马车。周文渊一边整理仪容，一边怒斥我：沈清河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没想到你骨子里竟然是个泼妇。幸亏退了婚，你这么粗鄙的女人怎配做我妻子？等我以后考中进士，你别哭着来求我。说话间，马车上已经下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。老人穿着深藏青色长袍，衣着简朴，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。周文渊大喜，恭敬地弯腰行礼，因为激动，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。学生见过山长。山长眼皮轻抬，从他脸上转一圈后，定格在我身上。敢问姑娘，可知道江晏舟住哪？这可是白鹿书院的山长，是我朝有名的大儒。我红着脸行礼，心情有些激动。见过先生。江晏舟是我夫君。山长一怔，随即绽出个极为灿烂的笑容。好丫头，你就是那臭小子的媳妇。他成婚竟敢不叫我喝喜酒，我呀，今日是打上门来揍他的。旁边站着的小书童抹了把汗。先生，你当时远在京城，周哥可是千里传书给您了。山长瞪眼，你们一个个都向着那臭小子。语气中的亲昵让周文渊嫉妒的差点咬碎后槽牙。他气急败坏地拦住我们。山长，那江晏舟纵然有才，也只是一个瘸子，学生苦读多年，才华绝不在他之下。
山长做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动作，他一脚踹翻周文渊，砂锅般大的拳头如疾风暴雨落在他身上。你才瘸子，信不信老子把你揍成瘸子？书童抱着胳膊，满脸幸灾乐祸。该，谁不知道先生最喜欢周哥？带着山长回到家时，我还有些恍惚。传说中那个德高望重、温文尔雅的大儒，竟然会打人。燕州，我已寻到隐退的太医院前医判张太医。你这乾隆休息得太久，是时候飞龙在天了。江燕州毫无形象歪在榻上，山长坐在一侧给他倒茶。看两人模样，好似他才是先生，山长是学生。我突然就想起，前世听周文渊提过，说九王爷身边有位坐轮椅的幕僚。听说九王爷对他言听计从，是九王爷身边第一号心腹。后来圣上重病，九王爷代天子摄政，那幕僚变成了朝中众大臣巴结的对象。像周文渊这种九品芝麻官，连见他门房的资格都没有。那位幕僚该不会就是江燕州吧？可他怎么就坐轮椅了呢？难不成后来他的脚伤又加重了？此时的我做梦都没想到，上一世江燕州坐轮椅只是因为懒得走路而已。山长走后，江燕州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很久，直到天色渐暗，一轮明月从天边缓缓升起。江燕州这才从桂花树上折下一根枯枝，笑着递给我。娘子，等来年桂花飘香时，你便是诰命夫人了。我怔怔地看着她月色下白皙的俊脸，听到了自己如雷般的心跳声。这一年的桃花村发生了许多大事。江燕州腿好了，江燕州考中举人后，又一口气考上进士，还中了状元。这可是我们县第一位状元。而周文渊呢，依旧只是个童生。衙役来村里报喜时，族长激动得差点没晕过去。张桂芳木着脸上前拉住衙役，搞错了，我家文渊才是状元，他可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，肯定是搞错了。那衙役听到这话，毫不犹豫一巴掌抽在他脸上。大胆，竟敢藐视朝廷！族长反应过来，老脸吓得惨白。回大人，这是我们村的疯妇，他儿子考不上秀才，他就疯了，大人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。他儿子也是个疯子，对，他们家这是祖传的疯病。周文渊就这么被打上了疯子的烙印。一个人是无法对抗宗族的，全村人都说他疯了，那他就是疯子。疯子是没有资格再参加科举的。因为要搬去京城居住，我变得十分忙碌，不过却依旧能听到周文渊的消息。他被族长命人关在家中，不许出村子。张桂芳不服气，半夜偷偷溜去县城，在城门口蹲了一夜。第二天刚开城门，他就跑去县令那喊冤，说是江燕州偷了他儿子的状元。张桂芳是被人抬着回来的，被结结实实打了30大板，半条命都没了。听说当晚就发起高热，烧了整整3天。烧好后，假风成了真风。沈清河，你这小贱人，还不快伺候我梳洗！这天我正在河边洗衣服，冷不丁被突然窜出来的张桂芳吓一跳。她全身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恶臭味，头发像鸡窝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模样十分瘆人。张桂芳是真疯，可周文渊还是好好的。看来他是一点都没照顾自己这亲娘。我懒得和一个疯婆子计较，端起木盆起身要走。张桂芳却不依不挠，想要上前打我。我拿起捣衣锤狠命抽他几下，他才哭喊着跑了，一边哭一边骂骂咧咧，说要让周文渊休掉我。从那以后，周家院子就上了锁。听村里人说，周文渊白天总是在床上昏睡，一到晚上便能听见他在院子里放声大哭，哭自己命途多舛，哭自己被老娘害了，更哭自己不该重活一世。这一次别说儿子和官位，他连尊严和自由也一并失去了，真是活该。离开京城那日，天上下着鹅毛大雪，我穿着厚实的棉袄，特意去周家瞧了一眼。周文渊，我要去京城了，夫君替我请了6品安人的诰命，我记得你之前当的县令好像是7品吧。带着锁链的门缝中陡然伸出一只满是淤泥的手。沈清河，我求求你，你让江燕州放过我吧，我不想当官了，
也不想种秀才，只想好好活着。求你了，让他放过我吧，不要再让村里人把我关起来了。我浅笑着摇头，不是夫君不肯放过你，是我不愿意放过你。我婆婆说了，做人呀，就是要有仇报仇才开心。我如此贤良，自然得听婆婆的话。呜咽的北风将周文渊的哭喊声尽数吞没，隐约能听见什么悔不当初、生不如死等字眼。马车走出没多远，远远的瞧见村里冒出滚滚浓烟。周文渊在自家院中放了把大火，将他和自己疯老娘一并烧死了。村里人去救火时，他站在火光中疯狂大笑。我要回去，死了就能回去了。这一次我要中状元，哈哈哈！我要光宗耀祖，生10个儿子。村里人看得唏嘘不已。咦，这是读书读傻了？那书是一般人能读的吗？没这个脑子，硬读可不就读傻了。哎，可惜了。族长阴着脸，背手而立，找个荒地埋了。咱们族里可不能出疯子，将他们母子俩的名字迁出族谱吧。雪下得更大了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，真干净。翻外衣，清河怀孕了，孕相挺好，没什么反应。有反应的是我那傻儿子，吃啥吐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怀孕那个人。太医院的御医们轮番来看诊，都没看出个所以然。只有我知道，他这是爱妻心切。算一算时间，我穿越过来也有20多年了。刚穿来时踌躇满志，觉得自己是种田文女主，马上可以大杀四方。只可惜我忘记自己是个废材大学生，还是个文科生，专业学的是英语，不会做饭，不会发明，古诗词只记得1、2句。啊，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。还好原主给我留了个儿子，还是个顶顶聪明的好蛋儿。好蛋儿读书认字，逐渐长大，啥事情都不用我操心。只有一件，他喜欢村里那个漂亮姑娘沈清河。番外2，沈清河虽然是农村丫头，可长得非常俏丽，大眼睛，瓜子脸，一身白皮肤，和其他村里人格格不入。也是怪我，那么久了还没有古代人意识，想着他们都是10几岁的小屁孩，完全没察觉到14、15岁已经到了定亲的年纪。沈清河定亲后，儿子失落了好一阵。他说那周文渊性情凉薄，不是良人，要想保沈清河一生顺遂，自己就要努力争取，爬上高位，这样周文渊就能看在他面子上对沈清河好一些。我目瞪口呆看着他，终于确认了一件事，我这天才儿子是个恋爱渣。恋爱渣儿子为多看沈清河几眼，对外称我身体不好，每日都要进山采药，只因为沈清河最喜欢进山挖野菜。切，人家定亲，他来劲了，早干嘛去了？番外3，我从来没看到过儿子这么开心。他一瘸一拐跑进家门，鞋都跑掉一只，一双漂亮的眼眸比天上的太阳还要亮。娘，周家去沈家退亲了，快，你快去提亲啊！他跑上前，一把将我从躺椅上拉起，我脸上贴着的黄瓜片掉了一地。快快快，把我所有银子都拿出来，先生和诸位师兄送我的礼物也全都找出来，快啊！我一巴掌拍在他头顶，急什么急？有老娘在，你那媳妇跑不了。走了，给儿子娶媳妇去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